在呢是饭店加 casino，1885年的建筑。那个小跟他拍照，给他一点钱。拍照要给钱，欧洲有很多的街头艺人拍照都是要给钱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你不想拍，你就不要伸手去接他给你的东西。而荷兰它的首都在哪？它的宪法明定首都是在阿姆斯特丹，但是荷兰的中央机构、议会、国王的办公室跟居住的王宫，还有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使馆都在海牙这个地方。除此之外呢，很多的国际组织啊、国际法庭等等啊，也都在海牙。相较于阿姆斯特丹开放的风气跟充满各国游客的街道，当你从阿姆斯特丹来到海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个城市那个感觉还是不大一样啊。阿姆斯特丹会是一个哇，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海牙，它就保守许多。听到这些歌啊，真舒服啊！欧洲有很多的建筑，有很多的车站，有很多的政府办公的地方，都是沿用好久以前就留下来的老旧建筑，那些建筑都是经典的。我们今天晚餐呢，在风车，在里面吃。13世纪开始，荷兰的统治者开始就用海牙作为它的行政中心跟它的居住地。大家都知道荷兰它是填海造陆，因为这里是低洼之地，那它的风车就多啊，因为要抽水嘛。而且风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磨小麦啊，磨谷物啊，把它磨成面粉之后可以做面包。那这些风车随着时代变迁，慢慢它就失去了作用。荷兰还是保留了一些风车下来，这一些风车就变成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保护文物。而当我们来到荷兰，就一定要参观风车啦、chase 啦、木屐啦。我们这一次呢，来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这3个地方做深度的旅游。那要有多深度？当然就要深度到深入风车里面用餐啊。外面的风车经过整修，很漂亮。那里面呢更是大整修，政府跟民间企业就合作，就在这里面呢做了餐厅，让大家来到荷兰除了看风车之外，不是吃风车啊，而是可以在风车里面用餐，让你有永远难忘的一顿晚餐之旅。我们在风车餐厅呢吃猪排大餐。对哦。可是他们这样是合法的呢。我们再往这个餐厅继续下。风车餐厅吃晚餐。小王，干一杯。干哦。美景之红酒。跟你说啊，东西好不好吃是其次啊，是氛围。你看，在这种古老的餐厅里面用餐呢，然后呢，大家和乐融融的全部在一起哦，感受这一种餐食啊，这是一种你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经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吃啊，我一定要自己吃得爽啊，一定要符合我的口味啊。其实怎么可能的事情啊，众口难调啊。再多的美食啊，都有你喜欢跟不喜欢的，是不是？所以到国外去啊，就感受一下他们做的。喜欢吃呢，就多吃一点啊；不喜欢吃呢，没要紧啊，那就是属于当地的地方特色嘛。没有好跟不好这个问题啊，只有你自己觉得喜不喜欢。
所以旅游上面呢，我们就可以在餐食上面多多去呢感受跟体验一下当地的特殊餐食。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鹿特丹的小孩堤防，它也是荷兰的2大风车景点之一，一个就是前面走过的桑斯暗室，另外一个就是鹿特丹的小孩堤防。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来小孩堤防的风车，来去看看以前的风车它的运作内部。你知道荷兰的风车呢叫做 windmill， 那 wind 就是什么风嘛， mill 就是什么模仿啊，在磨的意思啊，也就是用风在磨东西啊。而荷式风车就是传统荷兰样式的风车，用风力带动模具运转的模仿。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荷兰小说上面，或者是童话故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 Windmill always talk， 风车总是在说话，或者是 Windmill say we speak only to the wind， 风车说我们只与风对话。哇塞，那个听起来很棒，很浪漫，对不对？这对荷兰是非常讲究实际又善用环境的一种方式，因为荷兰的风非常的大，非常的恼人。在荷兰啊，你就算把头发 set 好了都没有用，因为一走出门口，那风大一吹就乱了啊。但是荷兰人呢，在几百年前呢，他就非常懂得利用天然环境，创造了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建造史上最环保跟环境互动的案例之一。15世纪以来，荷兰人就开始利用风车运转来调节他们的水位，将沼泽的水排干，然后扩大土地面积。我们常讲的填海造陆的道理很像啊。那作为农用或定居啊，抽出来的沼泽就变成土地了嘛，它就可以用来耕作啦，人可以住在土地上面啦。于是造就了现在目前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荷兰世界遗产之一的 Binsterpolder 宾斯特渔田。什么是渔田呢？就是把浅水沼泽地带的这个河啦，或者是湖啦，在它的周围啊，筑堤坝，把这个田围在中间，就像把沼泽的水抽干一样啊，把水挡在这个沼泽之外，就叫做渔田。所以你说风车对荷兰有多重要？因此 Binsterpolder 宾斯特渔田，它在17世纪的时候就利用了40座的风车，将整片区域的沼泽排干，在上面打造道路、河堤、农田。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块人造陆地。除了排水之外，荷兰的风车更早期的功能用作于模仿蘑菇物啊，辅助这个劳动力啊，以增加农作的生产量啊，解决他们自己生活所需要为主要的主轴。可以将谷物啊脱壳，还有呢磨粉，甚至可以榨油啊。那还可以呢用它的力量来锯木头，制作油漆、颜料，太多功能了。一直到了19世纪，蒸汽动力的出现了，传统的风车就渐渐的退出了荷兰人的日常了。荷兰靠传统风车支撑工业的全盛时期，才会让荷兰在当时在欧洲算是一个经济很好的国家。所以当时荷兰大约有9000多座的风车哦，目前当然怎么可能那么多，都没了啊，剩下不到1/10啊。它大部分呢，现在的功能呢不抽水了，太慢了哦，现在都是模仿的功能居多了啊。特别的是呢，它为了达到捕风的效果，风车整体的高度通常呢会凸于地表的景观之上，因此呢，
风车往往会变地标，很容易在远远就被居民看到了。那荷兰就利用这种特质呢，透过变换什么风车车头上4片的扇叶的停放角度，你看现在停下来，对不对？你停什么样子呢？就发展了一套荷兰人自己有的风车的模式密码，用来什么？在战时的时候传递讯息，分享婚丧喜庆，还有今天我们有营业等等哦。所以这个很厉害，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趣的风车语言，所以他们才会说 Windmill always talk， 风车总是在说话。了解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来到了荷兰，是不是要多了解风车的定义是什么？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嘛，对不对？才能够多了解到荷兰风车的基本结构啊，不只是看外观拍一张照片，更能够了解到它真正的意义在哪边啊。而我们现在来到了叫做小孩提房，这也是很多人来到荷兰一定会参观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风车区域，它叫做小孩提房啊。这也是荷兰国内唯一能够一次看到19座风车的地方啊。荷兰现在剩下的风车不多，而且是散布的比较集中的风车地区就在小孩提房。那你想想看，这名称很特别啊。讲小孩提房这种名称来有非常多种版本啊。但是8、9不离10都跟小孩子脱不了关系，所以来到小孩提房，特点来咯，小孩子不用钱，大人要钱啊。我们现在来到了鹿特丹，这个被誉为荷兰的建筑博物馆，因为它曾经在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鹿特丹城市被德军炸毁了，所以这里的建筑物都是新盖起来的。今天刚好来到这里，看到马拉松哦。Hey, good luck, good luck.
哎 ，Good luck，Good luck。哇，好高 ！Good luck，Good luck。3公嗨，他走3公里、4公里，看他走过几公里。耶！我刚好遇到台湾，太多人了。马拉松活动呢很特别，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风潮啊！它已经变成了全民运动啊！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是台湾，都很风行啊！当然呢，如果你是在欧洲国家跑，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你会跟1000年的古迹啊，或是100年的建筑啊，甚至一些特殊的景观一起跑步啊，那种边跑步边欣赏美景。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鹿特丹，后面看到的就是鼎鼎有名的方块屋。方块屋很漂亮哦。对，方块屋旁边有一个铅笔大楼、图书馆加一些办公楼。那边就是那个市集大厅。有一句话叫做"置死地而后生"，它是最能够形容鹿特丹这一座城市了。因为这座城市呢，2战德军的轰炸，市区的历史老旧建筑物几乎全毁。这段悲伤的历史呢，使鹿特丹得到了一个叫无心之城啊，没有心脏了，都被炸毁了哦。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所有的人呢，齐心协力的重建战后残败的鹿特丹。少了一般欧洲拥有的老建筑，反而在鹿特丹你可以看得到改头换面的现代化的城市。它不是只有现代化而已哦，它就变成像一张白纸，提供建筑师无限发挥的空间。所以它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建筑，而是有特色的建筑。它欢迎世界各地，只要你有创意，你有艺术，那你就去发挥你的创作。大皮建筑图书馆，对吧？集大厅，哎，好漂亮啊！我觉得来鹿特丹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在这边有艺术、有创作天分的人，可以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啊。这也是我自己本身个人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像我自己对旅游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有很多的看法，也有很多想推广的方式，但是有时候无奈大环境的限制，让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发展自己想要的艺术方式啊。但是欧美国家在这一块人文区块永远是给予比较大的空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鹿特丹改头换面变成了荷兰最现代化的城市啊，吸引了许多当代的建筑师来到这边发展。建筑师来到这边发展的时候呢，重点不是想要赚多少钱，而是他想要他的艺术天分被开创出来，可以创造出最与众不同的感觉。这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哦。我个人也常常很想要创造不同的旅游方式，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啊，也不是只有那一种利益的问题啊。我刚前面就提到了，有时候不容易啊，也很难达成啊，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环境压力因素，还有这个社会的氛围啊。所以我看到，如果这个地方能够让你尽情发挥创意的城市或国家，我都会有一点羡慕啊。现在的鹿特丹就是现代建筑的经典城市，大胆古怪的建筑，人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就觉得这就是创意啊。各种前卫建筑，我们都不会觉得，哎呦，哪有房子做尖尖的，哪有房子做三角形的，哪有房子做歪歪斜斜的，这些东西在很多的国家，甚至比较先进的国家，他都不能接受，因为为什么？市场不好，卖不出去。所以为什么建筑师喜欢来到鹿特丹去发展？因为他们的创意
不能被抹灭掉，他们想要找到一块可以让他尽情发挥的土地，就像一张白纸，让我尽情的在上面画。所以艺术这种东西呢，很难说，对吧？如果大家欣赏，就觉得哇，拍拍手说好棒；如果呢，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呢，大家看得很古怪啊，不喜欢，这下就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讲啊，艺术师永远在他走后啊，画家啊，他的画才会被人家欣赏啊，很可惜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比利时。我一直觉得比利时这个国家是被轻忽的啊，因为欧洲有很多很有名的国家，但是往往来到比利时，很多人会错过，会路过，不一定会深入去这个国家旅游啊。像我个人觉得荷兰就还有好多景点是很值得去玩的，比利时更多，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比利时其实有非常多中古世纪的老街道，很漂亮哎。我认为啊，比利时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度旅游的地方啊。现在我们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啊，安特卫普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啊，但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这里有中世纪的街道，充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迹。而且这些古迹到了晚上会变成很热闹的夜生活。这里也是钻石贸易跟世界的第5大港口啊，还有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作品在它的皇家博物馆跟鲁本斯之家，所以你觉得呢？是不是很特别啊？是不是很有艺术风格啊？这里就是安特卫普的市政厅，也是安特卫普大广场。市政厅的前面呢，有一个布拉伯喷泉。在安特卫普有一个特别的传说，就是早期有位英雄，他叫做布拉伯，他将巨人的手砍断，并且把这个手呢丢到河里面。那手的英文是 hand， 那丢这个字的英文呢是 weapon。所以你看看呢，市政厅前面是不是有这一座雕像啊？布拉伯喷泉啊，它就是安特卫普的由来。hand weapon， 手 hand weapon 丢嘛哈 ，and weapon 啊，安特卫普啊，就成了现在的地名了。那市政厅前的青铜雕塑就是那个英雄啊。市政厅两旁边都是很漂亮的建筑啊，那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建筑就刚好都在安特卫普这个广场上面呢？这就代表了当时这个城市非常有钱。那事实上也是，16世纪时候的安特卫普呢，就是欧洲最有钱的商业城市。
所以这个广场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市政厅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得到两旁边有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会建筑，而且它上面呢，很多雕塑都是镀金的，很多都是华丽的家徽啊。现在我们再从这个街道慢慢走到后面，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高达了123公尺，它是比利时最大的哥德式教堂。在1352年的时候，它就开始建造了，历经了1个世纪啊，到1521年它才完工啊。主教堂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工哦，所以永远你都可以看得到它一直不断的在建筑当中啊。那除了建筑以外，以前建的也要常常维修，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欧洲的教堂永远都是在维修。而门口看到这个特殊的雕塑，它是英国著名的法兰德斯之犬的童话故事，日本把它改名叫做《龙龙与忠狗》啊，就是以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作为一个场景，描述一个叫做 Nero 的少年跟一只小狗之间的情谊啊，因为很有名呢，所以呢就把它放在了大教堂的前面，有着超可爱的雕塑。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板就像一块毯子一样的盖在小朋友跟狗的身上？我很喜欢深度的旅游，我其实一直认为每一个国家，不管它建筑华不华丽啊，或者是呢一个茅房都可以啊，都有这个国家的文化跟特色，所以我很喜欢在旅游的时候静静的去欣赏跟品味建筑、艺术、画作、街道，甚至街道在走的人。所以欧洲一直都很吸引我，就算去了那么多遍呢，我还是都很喜欢。尤其是欧洲有一些国家，在我们华人的旅游过程当中，常常都是点缀性的。其实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很值得走得很深度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教堂，圣母大教堂，它里面呢就展示了多幅的鲁本斯的作品啊。所以有兴趣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啊，真的可以来安特卫普好好逛逛看看。你知道在圣母大教堂里面，鲁本斯就有4幅的祭坛画作，那4幅是上十字架、下十字架、圣母升天跟基督复活。所以真的爱艺术的、爱画作的，有机会可以走进来这里面看看鲁本斯的伟大作品，在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
可以把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央车站，也可以把它叫做铁道大教堂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称呢？很简单呢，这个地方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车站之一。你知道吗？在欧洲要誉为最美丽的车站，我告诉你，它一定就是古老建筑，拥有巴洛克式或者是文艺复兴的建筑模式啊。那它这个车站早期前身就是一座木头车站而已，一直到了1895年的时候才开始动工啊。哇塞，不动工则已啊，一动工做这么漂亮哦。那耗费了10多年才完成了铁道大教堂的华丽建筑。那这里面富丽堂皇，有着巴洛克式的建筑啊。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进去里面呢，就是非常大穹顶的候车大厅啊，有20多种大理石、大量金属跟玻璃材质装饰而成，挑高达到了75公尺啊。所以我们可以进去这里面看看啊，这一个地方呢，传达了这种皇家的贵族气息，它多次被国际媒体评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车站之一哦。真的啊，欧洲的火车站啊，常常啊美到啊，让我觉得这是火车站吗？搞得跟皇宫一样啊，太美了。光是走在里面呢，这样散步，这样看这里的景色，都觉得自己好像 MV 的男女主角一样啊。那这个完成于1905年的中央车站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多整修啊。因为有历史嘛，所以他们针对很多的整修方式，就不能够说随便挂一个扛棒啦，或者随便插一个旗子啦都不行，也不能乱贴东西。他们就要按照古老的方式，现代化的技术，尽可能的恢复到它最原味的感觉。这里每天的旅客非常的多，这座富丽堂皇的新巴洛克式的建筑车站，它采用大量的金属跟玻璃建材，古典的大钟提醒你千万不要上车迟到，金碧辉煌的壁饰让你不用坐商务舱走进来你都会觉得好气派哦。这里享有欧洲铁道圣殿的美誉，而且啊，因为纬度高，所以呢冬季常下雪，他们就很喜欢用采光，像这种就不适合在亚热带地方啊。亚热带地方有时候你头顶上给它用采光玻璃啊，直接在里面变成了烤乳猪啊，太热啊。但是在欧洲阳光很珍贵啊，所以他们喜欢用大自然的自然光透进来，既环保，然后呢又明亮啊。那玻璃屋顶呢就这样子造就了在这里面不同的光影，它打在建筑物上面不同的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折射，而产生不同的氛围。繁忙的车站，人来人往，却有一种很艺术的风格，在这里面呢，走起来心情都送起来了。而安特卫普这个地方也被称为钻石之都啊。那你对钻石了解的人呢，肯定都知道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这里出产钻石吗？其实不是，大部分钻石很有名，都是以它的工艺技术，就像瑞士巧克力，大家觉得很有名啊，但瑞士自己本身不产巧克力豆嘛，对不对？所以安特卫普是以钻石闻名的世界钻石之都，却没有产一颗钻石，原因是因为它在这边的技术非常的高，不产钻石，但提供了钻石相关的服务，凭借着自己
非常过硬的本事。这里的钻石实验室是非常有名的，有高水平的钻石切割跟加工贸易中心。也因为钻石加工跟制造业非常的熟，久而久之就变成在安特卫普的一个代名词，在每一个角落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到世界钻石中心的名号。在这里，所有的钻石贸易都在这里进行了。如果你是念珠宝科的、鉴定科的你就一定知道安特卫普这个地方，这里拥有了上万家的钻石公司，在这里负责提供钻石贸易的每一个环节。而说起了比利时，你想到的几个巧克力，还有呢，尿尿小童在布鲁塞尔，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非常有名，比利时的地标之一布鲁日。布鲁日呢是维京语的码头的意思啊。那你知道一个比利时的国家，这里又不是产维京人海盗的地方，那为什么会用维京语来命名这一座城市的名称呢？那这个就是它的历史了。布鲁日曾经以布料贸易繁荣整个欧洲，在14世纪的时候呢，它的规模呢，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跟伦敦一样了。但是后来呢，运河会淤积，贸易中心呢就逐渐被取代了。如果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淤积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当时他们没有这一个技术，所以呢，布鲁日就慢慢的被遗忘了布鲁日也因为这样子而保存了完善中世纪的建筑，是它最大的特色。走在这个中世纪的老城里面，太漂亮了。市集广场、钟塔、市政厅、圣血教堂，还有对十字军有兴趣的、对纺织历史有兴趣的，都应该来到这一个曾经的贸易中心来去看看。我个人去了欧洲那么多的地方，布鲁日算是很多观光客的。它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观光客？一定有它的道理咯。布鲁日因为贸易而致富，它的财力的表征呢，要怎么做？有钱要怎么表现出来？现在的人可能穿名牌，戴好的手表，开高级的车子住豪宅。那以前的人呢？他的财力表征就是建筑上面布鲁日的市政厅呢，就是重点之一，也就代表当时布鲁日这个城市赚了很多钱那过去呢，包含布鲁塞尔等城市都是参考了布鲁日，这个也是在整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当中低地国家最古老的市政厅之一。一个城市当时富不富裕，光是看它的建筑呢，就会让你叹为观止。布鲁日的建筑很漂亮，而它在市政厅的旁边就是圣血教堂，12世纪建成的教堂，非常特别的一座教堂，分成了上下两座小堂结构，就从这个小小的门进去那本身最早以前呢是罗马时期的罗马式建筑，后来在19世纪到16世纪这过程当中呢，被推翻过2次那所以这里上面可以看得到上层为新哥德式的风格，而这座教堂小小的有什么特别？重点是耶稣的圣血放在这里面，所以呢变成了这个教堂最珍贵的地方之一在佛教当中，这家寺庙拥有了舍利子，哇，不得了了那你知道吗？在教堂当中拥有了耶稣的圣血，那也是不得了的就因为如此，所以圣血教堂非常的有名。圣血教堂的外面还有8个小金人竖立在门的墙上，这一些小金人呢，看起来是这么的显眼，让这一个小小的圣血教堂呢，远远你就可以发现它。
然后我们从外面一走进来，马上可以看得到罗马式风格的外观，像厚重的砖墙啊，半圆形的拱，还有呢坚固的这个墩柱啊，拱形的这种穹顶啊，这些特征在圣学教堂里面进来看到都是十分明显，也很强烈的呈现出来啊。这也就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历史经过2个不同时代来把它建造出来的。布鲁日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运河，这里曾经因为运河，因为港口让它非常的兴盛啊，当时可以说是在欧洲呢雄霸一方啊，非常的富有。但是15世纪以后，因为港口的淤积，大型的商船都没有办法停在布鲁日，这些运河也没有办法让这些船只再进来，所以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政经地位啊。那当然，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呢，这个城市因为失去了商业，而慢慢的被人遗忘，而留下了这一些美丽的建筑。现在我们来到布鲁日，看到漂亮的中世纪的建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桥梁跟运河。所以布鲁日本身这个城市的名称也有桥梁的意思啊，在布鲁日里面就拥有了50座的桥梁。